冷色和暖色是人们对颜色的色彩感受。我们所说的暖色是那些能使人在视觉上让人感觉到温暖或者火辣，让人感觉到愉悦的颜色，称之为暖色。我们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红色、黄色以及橘黄色的色彩叠加，整个画面色彩浓重，更像是一幅油画展现在我们面前。主色调主要选用红色、橙色、黄色等暖色作为画面的主色调，照片有着视觉上的扩张感。暖调给人的感觉是热情、活力、兴奋的视觉感受。这幅照片从总体上来看，画面的背景大部分被黄色所占据，拍摄者用不同的黄色占据整个画面，用红色和绿色的树叶来点缀，给人带来非常温暖的视觉感受。我们再来看下一幅照片，这是一张草莓的照片，是拍摄者刻意摆拍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是完整的草莓，而右边是已经切开的草莓，使草莓看上去更加的新鲜，增加图片的趣味性，使整个画面生动有趣。整个画面杂而不乱，画面中大量的红色让观看者会不会有一种想吃一口的冲动呢？我们再来一起看下一张照片。在这张照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在部分的背景上以及在叶子上有部分的绿色。我们应当注意到，当绿色和金黄色占的成分较多时，我们可以把黄绿列为暖色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冷色的照片。冷色调的照片是指那些给人寒冷、凉爽等感觉的照片。冷色调的照片主要是以蓝色、青色、绿色等色彩为主，照片具有与暖调相反的视觉压缩感。这幅作品笼罩在同一种色彩中，茂密的树林在晨雾之中，拍摄者通过仰拍的方式使树木向一个方向延伸，第一眼看上去就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。我们在摄影中拍摄倒影，可以让普通的照片增色不少。这幅照片拍摄者以俯拍的方式将蓝天白云倒映在湖水上，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远方雪山后的蓝天。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动静的变化，群山被设计在水平线上，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的效果，而前方的湖水线条曲折变化，蜿蜒崎岖，给整个画面增添了生机。整幅作品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。拍摄者有意将蓝色作为画面的主色调，烘托出湖水的平静，画面给人的感觉就是干净清爽的视觉感受。所以我们说，含蓝色的成分较多的时候可以列为冷色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夜晚灯光的照片。黄昏时分，乌云布满了天空，远处的建筑物清晰可见，灯光刚刚亮起。这样的场景如果在白天拍摄类似的照片，它可能会有点乏味，因为我们都很习惯在中午看到照片。同样的场景，夜景拍摄可以是一张非常有趣的照片。整幅照片笼罩在灰蒙蒙的色彩中，远方的云和前方的建筑物都被同一种色彩所包围，只有那亮起的灯光点缀在黑暗之中。整个画面给人一种压抑，甚至有些恐怖神秘的色彩。我们再来看一张中性色的照片。中性色是介于冷暖色中间的色调，是指那些由一个暖色与一个冷色等比例混合而成的色彩。比如说绿色、紫色，紫色是由黄色与红色构成的。如果画面中红色的成分偏多的时候，可以列为暖色；如果是蓝色成分偏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给它列为冷色。
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关于暖色主题和冷色主题的照片。这张照片我们一目了然，它就是一张以暖色为主题的照片。照片以金黄色作为画面的主色调，母女二人漫步在海边，远方的天空，近处的海面，还有夕阳折射出的光环，全部被金黄色所笼罩。我们隐约的可以看到妈妈看着女儿的笑脸，女孩脚下踏起的水花，在夕阳下充满了温馨的画面。我们再来看一张以冷色为主题的照片，拍摄者通过特写的方式，将焦点聚焦在孩子的眼睛和洞口上。男孩的目光中充满了好奇，正在聚精会神地通过这个小小的洞口在观察外面的世界。这幅作品能给观众带来很多的联想。我们通过刚才的以暖色调为主题的照片，还有这张以冷色调为主题的照片，我们可以总结出，在摄影创作中，主色调是根据拍摄的主题内容和拍摄风格来决定的。因此我们说，作品是用冷色调还是用暖色调，不是由摄影师的喜好而确定的。那么为什么有人喜欢冷色调，有人喜欢暖色调呢？根据色彩心理学上讲，喜欢冷色还是暖色，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。比如说，性格比较淡然，内心比较平静，对人比较冷漠，而且比较理性的人喜欢用冷色调。相反的，比较感性的人，内心狂热，对人比较热情的人比较喜欢暖色。但是这只是大多数而言，是人对色彩的心理感受，不是100%的准确。因此我们在摄影中，色彩的冷暖是根据表现的内容所决定的，只有适合不适合的色调，没有喜欢与不喜欢的色调。好，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